这个宝贝是我们家祖传的，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，我喜欢这个，他们就把这个给了我。大明宣德年制，如果是真的，那它价值可不得了了。哦，那具体价值多少嘞？前提它得是老的呀。咱们请高老师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大家看看这个动物是什么？我看像狮子，它是麒麟，我看也像狮子，因为底下有个绣球嘛，像狮子滚绣是个题材嘛。刚才知道这是家里边传下来的，是个香炉。首先它的功能呢，烧香用的。我们传统的烧香呢，我们知道这样烧香，对，这有个盖子是吧？它有点奇怪了。但这个烧香呢，和那个烧香意义不同，它是熏香的。这是熏香用的，所以这个炉子呢，在中国传统的炉型当中，它有个非常标准的名称，叫什么呢？叫酸泥出香。所以这个动物呢，它是酸泥，酸泥是喜烟的动物，它怎么出香呢？里边是做的那种香钻，然后点燃之后呢，香在里面燃烧，它就通过这个洞孔。然后呢，熏到了这个狮子的嘴巴里面，它就吐出来这种烟了。所以说出香这个工具就是这样的。明代的宣德年间的炉子确实是制作非常精良，存世上也非常稀少的，确实有价值的。但是呢，由于它名声很大，所以这个宣德之后的，包括到了清代的各个时期都有仿制的。但是您的这个落款大明宣德年制，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时期的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它是发黄铜制特征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胎体呢并不是那么厚重，两边的这两个狮子头形的这个蹼手啊，它不符合明代那个时期的那个蹼手的那个纹饰纹样特征。但是呢，这上面的这个盖子呢，和明代还是有一定联系的。它既保留了晚明时期的这个炉子的制作风格，也有一些和明代完全不同的、更为精细的一些工艺技法。根据这个盖子的这下面的3个柱子的这个特征呢，还有一种可能，你家里还有另外一只炉子，这个盖子是另外一只炉子上面的盖子，是分的时候是不是拿混了？我没发现。这不一定是原配是吗？因为我看它这个盖儿其实比下面的这个香炉还要小很多。有可能。这件东西呢，它不是大明宣德年制的本朝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时期的呢？它是清代中早期按照大明宣德年的样式寄托款的一件传世珍品。那它的这个价值，您预期是多少？预期是越多越好。总体来说呢，就是造型还比较好看，我觉得可能在1万把块钱左右吧，3、5千，2-3万块钱吧。大家看看它完整吗？完整呀。其实传统的狮子和酸泥最大的区别在尾巴，你们看尾巴是不是残的？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明显。所以说在估价之前呢，要看完整不完整，完整的和不完整的估价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综合目前的这个酸泥出香熏炉的这个状态特征来看呢，给出了一个参考价，人民币2万元。恭喜您进宝成功，送上华裕之门的收藏证书。今天从哪儿过来啊？从安徽亳州。亳州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啊，有曹操，有华佗。哇，您今天带来的是谁的书画？今天我带了一幅我们安徽籍画家林三之先生的一幅山水画。这都奇怪了，林三之大家都知道不？这是咱们中国大名鼎鼎的一代草圣呢，是个书法大家，他怎么还有画呢？那我们打开看一看，好吧？大家感觉这字写怎么样？比较草的风格。他的字跟那个传统的那个草书不太一样，这写的应该不是草书吧？那你觉得谁的草书写得好？白素和张旭。对，你对林三之肯定了解。他受到黄宾虹的影响比较大。这是哪个年份买的？83年、82年所以。那多少钱买的？能够记到吗？1.6-7万吧。那1.6-7万在80年代也很值钱。越是名人，仿品越多。林三之，他老家是安徽和县乌江镇人，他最见长的就是他的草书。当年曾有人问
这个当代的这个草书谁写的最好？郭沫若说，当属林产之，被誉为草圣。那么咱们再看看这个啊，落了一个年款，叫65年10月，林产之作于玄武湖，也就是在南京所写的。但这首诗看了一下，携儿策女不辞远，黄山山上重来前，也就是他就是带着子女到黄山去游览。根据记载啊，是64年，他随着家人去游览黄山。咱们这个落了一个65年的年款，这个年代上有冲突。他是写的这首诗是黄山游玩，但是他是落的画这张画是回到南京以后画，玄武湖畔是他自己的住处。这看咱们的常友还是对深有研究的。我们再看画啊，他的画的确是学房冰红的，3层9染，7笔5墨。对画的用笔呢是以书写画，就是笔墨呢完全是按照书法的这个路数来一笔一笔写出来的。我们看这个画面，确实以焦墨居多，远山层峦叠嶂。再看这个焦墨所写的这个松树，非常的劲道，把松树的这种姿态通过用毛笔来表现，显得非常的劲挺。再看这个点景的人物，非常吃力的向上攀爬，所以说呢，衬托这个黄山的险峻。通过它的落款、它的构图布局以及笔墨的功夫，这幅作品经综合鉴定，这是一幅林散之黄山图的真品。这多少钱？7、8万吧。我觉得也要20万以上。散老的书法价格屡创新高，它的长条的长卷的手卷高的都快几千万啊。咱们这一幅呢，我们根据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格呢，我给出了它是一个60万元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价。是中时代，下个月到贵阳农业参加，不断的16年了。不要乱买东西啊！这是金跟银啊，青铜铸造的错金银。如果按铸造的状态来讲呢，这个重量呢接近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呢是组合件，他用这个老的这个铜皮啊，或者是铜的残片，然后呢组合在一起的。但是你看这底锈啊、鎏金啊，看有的老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这个底部呈现出来的这个鎏金状态特征呢，非常明显的是一些老旧状态的，但是这个上面的锈很熟。明白？他故意把它组合在一起，然后呢上面做了一些遮掩的这个锈色。它遮掩的锈色和底部的这个材质的这个锈完全是2个概念。这是差不多9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做的。这个四壁观音像，这个呢都是老的，后封底的。后封底就是后来封的底，铜质接近，但是呢，这个铜和这个铜明显的不是不一样的，也不是现在封的，有几十年了。但是这上面的这个镶的这个绿松石啊，这些东西脱落了。这大概什么年代？明末清初。买了多少钱？几千块钱。可以。